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向阳花口碑炸了，赵丽颖用自己的灰头土脸55身材给内娱上一课。当清明档的影院灯光暗下，银幕上那个穿着褪色短裤、头发蓬乱坐在天桥下痛哭的女人，彻底颠覆了观众对赵丽颖的认知。这个叫高月香的刑满释放人员，用布满老茧的手擦去鼻涕，冲着福利院园长嘶吼：“我就算是条狗也有养崽子的权利！”时，影院里此起彼伏的抽泣声，证明冯小刚这次又戳中了时代的痛处。而赵丽颖用3个月不涂护手霜的操守，素颜出镜的55分身材，狠狠给那些活在滤镜里的内娱明星上了一课。真正的演技从来不需要精致妆容来遮掩。高月香这个角色，活脱脱就是从现实裂缝里扒出来的标本。她的脏不是妆容效果，是被生活反复揉搓后的真实质感。在商场被顾客指着鼻子骂劳改犯要求搜身时，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翻滚的不仅是屈辱，更是一个母亲为了聋哑女儿必须吞下的尊严。当她在福利院得知女儿要被领养，歇斯底里地拍着桌子喊我能给她换耳蜗时，观众看到的不是戏剧化的表演，而是千万个底层母亲在命运碾压下迸发的原始生命力。这种灰头土脸的震撼力，恰恰是赵丽颖主动撕掉明星光环换来的。她让镜头真实记录下自己被对手演员按在车窗上撞击变形的脸，在监狱戏里把整过容的搭档打到踉跄出画。这种毁容式的表演勇气，在内娱的柔光滤镜里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又振聋发聩。影片最扎心的是那张轻飘飘的刑满释放证明如何成为终身烙印。黑妹在寒冬撬开废弃轿车过夜，却被保安讹光所有积蓄。高月香明明通过面试，却因隐瞒前科被经理当众羞辱。这些细节像手术刀般剖开社会的伪善。我们口口声声说着重新做人，却连张睡觉的床铺都不肯施舍。当福利院园长用送出国买耳蜗的糖衣炮弹劝母亲放弃抚养权，那句别太自私的诛心之论，何尝不是对底层最残忍的道德绑架？就像高月香嘶吼的：“我活得连狗都不如，但狗崽子还能自己养。”这种撕裂式的台词，把为母则刚4个字砸出了血淋淋的现实重量。冯小刚这次没玩黑色幽默，而是用纪录片式的镜头语言捕捉生存的粗粝感。赵丽颖在采访中透露，3个月的拍摄期，她完全放弃皮肤护理，任由寒风把手指吹出皲裂的纹路。这种近乎自虐的沉浸式表演，让天桥下那场戏真实的可怕。她蜷缩在塑料袋堆里啃冷馒头，油渍顺着嘴角流到领口。这个镜头没有任何技巧，全是生活本真的残酷。当观众发现片尾滚动字幕时，自己早已泪流满面，才惊觉那些被我们刻意回避的群体，正在银幕上完成最悲壮的生命突围。影片最妙的一笔，是给所有脏了命的人留了扇向阳的窗。高月香们没有等来救世主，他们在逼仄的生存缝隙里硬生生凿出光。黑妹宁肯被烟头烫手也不偷盗。高月香凌晨3点蹲在菜市场抢最新鲜的菜，这些细节让向阳花跳出了苦情戏的窠臼，展现出野草般的生命力。就像赵丽颖在雨戏中那个突然绽放的笑容，泥水顺着发梢滴落，却比任何精致妆容都动人。这种打不死的韧劲，让影片没有沦为卖惨工具，而是成为一曲献给底层女性的赞歌。当内娱还在为番位撕得头破血流时，赵丽颖用出品人身份交出这份答卷，无疑是对行业的一记重锤。从第20条里上访的农妇到向阳花中的刑事人员，她正在完成从流量花旦到艺术家的蜕变。那些质疑她自毁形象的人或许不懂，真正的好演员从来不需要形象，
他们追求的是把灵魂注入角色的每一个毛孔。当其他女星还在执着于高清镜头下的零点瑕疵，赵丽颖已经敢让镜头对着脸拍下最狰狞的搏斗。被男演员按着头撞向车窗时，她扭曲的面部肌肉都在诉说高月香的绝望与挣扎。这部投资不过亿的小成本电影，用3600万首日票房打了多少大制作的脸？观众用真金白银投票证明。我们需要的不是悬浮的仙侠虐恋，而是这种能照见现实褶皱的作品。当片尾曲响起，那些迟迟不愿离场的观众，或许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：如果命运给我们贴上有罪的标签，我们是否有勇气像高月香那样，把每道伤疤都活成向阳花的勋章？向阳花没有给出标准答案，但它让我们看见，在阳光照不到的角落，永远有人在倔强地开花。